大家好，如果我告诉您，您的厨房里藏着一颗看不见的健康定时炸弹，您会相信吗？它不是剧毒化学品，而是被全世界誉为抗癌明星的番茄。全球每年超过850万人因为吃错番茄引发肾衰竭、心脏骤停，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。更让人揪心的是，90%的人都以为自己吃对了，却在一口一口地伤害身体。同样是番茄，有人靠它活到80岁，肾脏机能如同50岁，每天还能坚持到海边跑步；有人拼命吃它养生，却在深夜被紧急送医，心脏紊乱失控，随时可能停止跳动。答案不在番茄本身，而在于您的吃法。吃法对了救命，吃法错了要命。从132年，我在急诊室见过太多这样的生死瞬间。去年冬天的一个深夜，一位72岁的阿姨被紧急送医，她的血钾浓度接近正常值的2倍，心脏随时可能停跳，而诱因就是每天大量吃的番茄。另一边，一位80岁的爷爷坚持正确吃番茄40年，肾功能逆龄生长，检查结果让年轻医生都不敢相信。为什么同样的番茄会有天差地别的结果？接下来的内容我会把所有秘密完整公开。在开始之前，请您在评论区留下数字1，让我知道您在认真聆听。接下来的每一句话都可能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，甚至改写您的下半生。番茄被医学界称为红色黄金，核心价值来自茄红素，这是自然界中极强的抗氧化物质。它清除自由基的能力是维生素 E 的100倍，是胡萝卜素的2倍以上。我们可以把身体想象成一座城市，自由基就是到处破坏的暴徒，会攻击细胞，损伤 DNA， 加速衰老，诱发癌症。而茄红素就是24小时值守的消防队，能快速清除自由基，保护身体细胞免受伤害。2002年，哈佛大学医学院开展了一项长达10年、追踪 4.7 万名男性的研究，结果显示，每周吃番茄10次以上的人群，前列腺癌风险显著降低，同时对肺癌、胃癌、大肠癌也有明确的预防作用。听到这里，您是不是觉得番茄越多吃越好？我必须严肃地告诉您，吃大错特错。番茄的营养再好，吃不对不仅白吃，还会伤身。茄红素被严密包裹在番茄的细胞壁中，人体没有分解植物细胞壁的酶，生吃番茄时，绝大部分茄红素无法被吸收，会直接排出体外，相当于捧着黄金却用不上。比吸收不了更可怕的是，番茄富含钾元素，钾是维持心脏、肌肉正常工作的必需元素，但对于肾功能下降的人来说，无法正常排出多余的钾，钾在血液中不断堆积，就会变成致命威胁。初期只是手脚沉重，浑身乏力，很多人以为是年纪大了，太累了，不当回事。随着钾浓度升高，会出现手指发麻、肢体酸软、爬楼气喘。等到出现胸闷、心慌时，钾已经开始攻击心脏，扰乱心脏的电信号，导致心律紊乱，严重时直接心脏骤停。这样的悲剧是我去年就亲眼见证了一位患者，她是72岁的李阿姨，退休小学教师，家住台北大安区，每天清晨去永康市场买菜，生活规律，身体硬朗，每周还和朋友登山。去年春季体检，他的肌酐指标轻微偏高，我叮嘱他控制饮食，定期复查，不要盲目进补。他一心想把身体养好，看到电视宣传番茄护肾抗癌，就每天用5颗番茄打生汁喝，还觉得多喝效果更好。我当时只提醒他适量，却没追问具体吃法。如今想起来依然十分后悔。李阿姨回家后每天雷打不动喝5颗鲜榨番茄汁，第1周她感觉皮肤变好，身体轻快，更加坚信这个方法有效。第2周爬山时，她明显腿软无力，以前走在队伍前面，那天走几步就要休息，她只当是过度劳累。第3周晚餐时，
他手指无力，筷子接连掉落。女儿关心询问，他还说只是拎菜篮子累到了。那天夜里，他看着自己发抖的手，心里隐隐不安，却还是没有就医。第4周，他全身乏力加重，爬4楼要歇3次，手脚发麻，走路像踩在棉花上。可他依旧坚持喝番茄汁，觉得不舒服，更要补充营养。他不知道自己正在一步步走向危险。第28天深夜11点45分，我接到他女儿的电话，哭声里满是慌张，说妈妈胸闷，心脏乱跳，已经叫了救护车。我立刻赶往医院。半小时后在急诊室见到李阿姨，她脸色惨白，冷汗浸透衣服，双手不停颤抖。心电图显示严重心律不齐，血检结果出来，血钾浓度高达 7.2， 而正常值是 3.5 到 5.0， 超标接近2倍。医护团队立刻展开抢救，注射降钾药物，持续监护，准备紧急透析。2个小时后，他的心跳才逐渐稳定，必须通过透析快速降低血钾。4个小时的透析后，凌晨5点，李阿姨终于脱离生命危险。1周后出院复查，她一进诊室就忍不住痛哭，握着我的手颤抖地说，她只是想健康一点，以为多吃健康食物总没错，没想到番茄差点要了她的命。我心里无比难受。她没有做错任何事，只是想守护健康，却因为错误的吃法把养生变成了伤身。李阿姨的悲剧根源是3个致命错误。第一，生吃榨汁，茄红素完全无法吸收，等于白吃。第二，肾功能不佳却过量摄入，钾无法代谢，在体内严重超标。第三，无视身体发出的警报，腿软、手麻都是高钾血症的信号，却误以为是劳累，错过最佳干预时机。番茄本身没有错，错的是吃法。接下来，我把32年临床总结的6个救命吃法分享给您。这也是80岁陈爷爷坚持40年的养生秘诀。第一个秘密，吃番茄千万不要撒糖吃，要该撒少量盐。很多人从小习惯加糖中和酸味，却不知道糖会大量消耗番茄中的维生素 B1。这种维生素负责能量转化，缺乏后会疲劳乏力，注意力下降，严重时引发脚气病。同时，糖会导致血糖剧烈波动，损伤肾脏微血管，是得不偿失的做法。只需加一小撮盐就能减少酸味，凸显番茄本身的清甜，还能保护维生素 C 不被氧化。4到5颗番茄，加1到2小撮盐即可，分量极少，不会影响血压，还能兼顾营养与口感。第二个秘密，番茄必须煮熟吃，这是吸收茄红素的关键。很多人认为生吃最营养，担心加热破坏营养，这个认知完全错误。台大医院营养学系2018年的研究显示，番茄加热30分钟以上，茄红素的吸收率是生吃的 5.3 倍。因为加热能破坏细胞壁，让茄红素充分释放，人体才能真正吸收。炖汤、炒菜、做酱、烤制，只要充分加热都可以。第3个秘密，番茄搭配油脂，吸收率再翻倍。茄红素是脂溶性营养素，不溶于水，只溶于油。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2004年的研究证实，煮熟的番茄搭配橄榄油，茄红素吸收率比生吃高10月7日倍。烹饪时加入1到2汤匙油，橄榄油、紫苏籽油、芝麻油、普通食用油都可以，能让茄红素溶解在油脂中，肠道轻松吸收。第4个秘密，肾功能不佳的人，吃番茄前一定要焯水。台湾肾脏医学会2019年研究显示，番茄放入沸水焯烫10到20秒，钾含量能降低 32% 到 38%， 茄红素几乎不流失。因为茄红素不溶于水，焯烫的水一定要倒掉，再用油炒或炖煮，既能最大化吸收茄红素，又能减少钾摄入，降低肾脏负担，是肾病患者最安全的吃法。第5个秘密，
吃完番茄按摩腹部3分钟，能提升营养吸收。这个简单的动作90%的人都不知道。双手搓热，以肚脐为中心，顺时针轻柔按摩，不用用力按压，持续3分钟即可。按摩能促进肠道蠕动，增加食物与肠壁的接触，提升营养吸收率，同时改善肾脏血液循环，帮助代谢废物排出。很多病人坚持后消化变好，胀气减少，身体更轻盈。第6个秘密，懒人必备番茄冰块法，一次制作，长期使用。准备1公斤番茄，洗净后在顶端画十字，放入沸水烫10到20秒，立刻放入冷水，果皮轻松剥离。去皮后放入搅拌机，加1汤匙橄榄油，1小撮盐，搅打成泥，倒入锅中，小火煮5分钟，边煮边搅拌，放凉后倒入制冰盒冷冻。成型后转入密封容器，可保存2到3个月。煮汤、煮面、炒饭、做咖喱，直接丢2块进去，方便快捷。营养满分，已经焯水减钾，煮熟加油。茄红素吸收最大化，不用每次处理番茄。我家里也常年备用。早餐煮面加2块，营养立刻升级。讲完危险与方法，我想给大家带来希望，分享一位长寿老人的真实故事。陈爷爷今年80岁，家住高雄鼓山区，靠近西子湾，每天清晨5点，他都会到海边跑步5公里，皮肤紧致有光泽，眼神清亮，完全不像80岁的老人。更让人惊叹的是，他的肾功能指标相当于50岁的健康人。陈爷爷年轻时是造船厂木工，工作辛苦，40岁体检时发现肾功能下降，医生警告他要重视，否则未来可能需要透析。他四处打听养生方法，偶然听老中医说番茄对肾脏好，但一定要煮熟吃。从那时起，他每天坚持吃麻油炒番茄，40年从未间断。番茄焯水去皮，加麻油、蒜头，9层塔翻炒，搭配1碗米饭，简单又坚持。坚持1年，肾功能稳定，不再恶化，5年指标恢复正常，10年体检结果让医生惊讶，肾脏比10年前更健康。40年后的今天，80岁的他不用吃任何护肾药物，每天跑步，身体硬朗。我问他，40年每天吃番茄不会腻吗？他笑着说，一开始觉得好吃，后来身体越来越好，就成了习惯。1天不吃，反而觉得少点什么。他还说，很多人觉得健康要吃昂贵的保健品，要做复杂的调理，其实不用。1颗番茄正确煮熟，加点油，长期坚持，就能收获健康。陈爷爷用40年证明，健康不是一蹴而就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坚持。现在我为大家总结6个核心救命方法。第一，吃番茄撒盐不撒糖，保护营养不伤身。第二，番茄必须加热30分钟以上，释放茄红素。第三，搭配油脂烹饪，提升吸收率。第四，肾功能不佳者先焯水，减少钾负担。第五，餐后按摩腹部3分钟，促进吸收。第六，制作番茄冰块，方便懒人坚持。食用量方面，健康成年人每天2颗大番茄或15颗小番茄，肾功能下降者减半，且必须焯水。具体分量请遵医嘱。挑选番茄要选成熟红润、手感饱满、有重量、果形规整的，这类番茄茄红素含量最高，绝对不要买青绿色未成熟的番茄，含有龙葵碱，存在中毒风险。保存时，未成熟的番茄室温放置自然变红，成熟的番茄可冷藏，吃不完的及时做成番茄冰块，避免浪费。每次想起李阿姨在诊室痛哭的样子，我都格外揪心。我不希望再有人因为错误的吃法，把养生变成伤身。如果您身边有爱吃番茄的家人朋友，尤其是老人、高血压、糖尿病、肾功能不佳的人，请一定把这份正确吃法分享给他们。一次小小的分享，可能就能避免一场悲剧。
守护一条生命。今天我正式发起30天番茄健康挑战，跟着陈爷爷的方法，轻松养成健康习惯，不用复杂操作，人人都能坚持。第1周改变习惯。第1天到第2天，停止给番茄加糖，改加少量盐。第3天到第4天，学会番茄焯水、去皮、翻炒。第5天到第7天，每天吃1次加油煮熟的番茄，感受煮熟番茄的香甜。第2周扩大应用。第8天到第10天，制作番茄冰块，一次做够2周用量。第11天到第14天，尝试番茄蛋花汤、番茄炒蛋、番茄牛肉面3种家常料理，让番茄融入日常饮食。第3周养成习惯。第15天到第17天，每次吃完番茄坚持按摩腹部3分钟吃。第18天到第21天，记录身体变化，包括睡眠质量、消化情况、皮肤状态、精神活力，感受身体的改善。第4周检验成果。第22天到第25天，对比30天前的自己，看看皮肤是否更有光泽，睡眠是否更好，消化是否更顺畅，精神是否更饱满。第26天到第28天，有肾脏问题的朋友可以去复查，对比指标变化。第29天到第30天，在评论区分享您的30天成果与体会。参与方式很简单，第1步，评论区留言我要参加30天番茄健康挑战。第2步，每周可自愿更新进度。第3步，第30天分享成果与感受。完成挑战的前10名朋友可免费获得15分钟1对1健康视频咨询，我会亲自为您解答健康疑问。健康从来不是等来的，也不是靠1次2次的进步就能实现。陈爷爷用40年的简单坚持，换来了80岁的健康身体。您不需要40年，只需要30天的决心，从一个小习惯开始改变，不用一次性做到所有方法。今天先从把番茄煮熟开始，下周再做番茄冰块，一步步养成习惯，10年10年。30年后，您一定会感谢今天做出改变的自己。最后，我必须再次郑重提醒，一定要定期做健康检查，重点关注肾功能。肾脏是沉默的器官，早期损伤几乎没有明显症状，等到出现不适时，往往已经比较严重。定期检查才能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调理，守住健康底线。如果今天的内容对您有帮助，请您完成3个动作。第1，点1个赞，让更多人看到这条救命科普。第2，把视频分享给3位您最关心的人，把健康传递出去。第3，在评论区留下您的挑战宣言，或是您吃番茄的实践经验。请记住，健康不是等来的，是做出来的，不是想出来的，是活出来的。我是一名深耕临床32年，相信每个人都能拥有健康晚年的医生。健康这条路，我们一起走，慢慢走，稳稳走。30天后，我期待在评论区听到您的好消息。祝您和家人健康长寿，我们下次再见。